欢迎收听这次的深入探讨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来看看佛说阿弥陀佛，是根据圣严法师的一段讲解。我们来聊聊里面几个我觉得蛮关键的概念。是，这部经很重要。对啊，如果你正在学佛法，希望这次讨论能帮你抓到一些重点，特别是关于信心、发愿，还有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的一些挑战。没错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看哦。讲解一开始就提到那个信受这件事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这个信呢，它不是单纯的相信就好。讲解里面说，不只是要信释迦牟尼佛介绍的阿弥陀佛啊、极乐世界啊这些内容，还要相信，就是经文里面提到的十方诸佛，他们也都在称赞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的功德。还要相信十方诸佛的称赞，这点蛮有意思的。为什么光相信释迦牟尼佛讲的还不够啊？还要这么多佛来，好像来挂保证一样。这个问题很好。讲解虽然没有直接讲得很细，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啦，就是说这么多佛都共同称赞，这就表示这件事是真的，而且是超越时空的普遍真理啊。了解。对，这能给我们更强的信心吗？你想想看，来自这么多佛的认可，这个力量就很大了。这对我们后面要讲的那个发愿呢，决心会更稳固。原来是为了强化信心基础，垫高那个起点。OK， 那接着就是发愿了。是的。讲解说，只要发愿想去极乐世界，就能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哇，这个承诺听起来很厉害耶。确实是非常重大的承诺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词，它是范围音译了，意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是成佛的那个目标嘛。对，就是佛陀圆满的智慧，我们修行的最终目标。所以发愿往生，就等于是踏上了这条不再后退的成佛之路。不再后退，听起来很好，可是讲解好像也提醒了，要真的做到不退转，好像没那么简单。尤其是在我们真的到极乐世界之前。没错，挑战就在这里。我们现在待的这个世界啊，佛法叫它娑婆世界。讲解里面形容它是五浊恶世，就是说充满了各种烦恼啊、知见啊、众生寿命这些不清净的状况。对，在这种环境下，要保持那个道心，真的很困难。这就让我想到讲解里举的例子了。像是那个信佛很多年的老居士，结果临终的时候，旁边没有善知识提醒，就动摇了。对，那个例子很让人警惕。还有那个音乐家也是哦，生前说自己是三宝弟子，结果身后事却是用别的仪式。听到这些真的会觉得，修行这条路，外在环境跟自己内心的坚持，好像都超级关键。的确是这样。这些例子就是在凸显，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真的很不容易。所以讲解里面解释娑婆这个词，它的原意是堪忍。堪忍？对，堪忍。这个忍哦，它有两层意思，而且那个对比，蛮强烈的。有两种忍，是哪两种啊？一方面是指像菩萨这样的修行人，他们有能力，也愿意忍受这个世界的苦难啊、诱惑啊，然后坚持修行，还要度化众生，这是一种很积极、很有力量的堪忍。这是好的。那另一方面呢，也指我们一般的凡夫众生，我们常常在痛苦烦恼里面打转，可是自己不知道，甚至还觉得好像还不错，还留恋啊。就像讲解里面比喻的那种吵吵闹闹的夫妻，还想说下辈子再来继续吵啊。这种以苦为乐的状态，也是一种堪忍，但比较像是一种麻木的承受。哇，这个对比很值得思考。同一个忍字，可以是觉悟者的力量，也可以是迷惘的人被绑住的状态。是啊。那这个堪忍跟前面讲的发愿还有不退转，要怎么连起来呢？我们在这个充满考验的堪忍世界，要怎么确保我们的愿望不会退步？讲解指出的关键就在这里，真正的不退转，那个保证班是要到了极乐世界那样没有退步因缘的环境才能确保。所以要去那边才算数。对，
所以在我们还没去之前，在这个娑婆世界，最重要的修行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不断地发愿。不断的发愿。没错，今天发愿想去，明天还要再发愿，后天也继续发愿，用这种持续不断的愿力来巩固我们的方向，去对抗这个世界把我们往下拉的力量。我好像懂了，所以这段讲解给我们的核心讯息就是：第一步要建立坚固的信心，相信佛说的，还有所有佛都称赞的。然后呢，面对我们这个挑战很多、很容易让人退步的娑婆世界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一直发愿要去极乐净土。对，持续不断。靠着这个信跟愿的结合，才能稳稳地走向不退转，最后成佛。正是如此，信愿行是净土法门的3个资粮嘛。这一段讲解，他特别深入地讲了信跟愿有多重要，还有在我们这个世界要维持信愿，现实上会遇到哪些困难。这次讨论真的让我们更清楚了，为什么发愿往生净土这件事在修行里面这么核心，特别是对我们这些还在娑婆世界打拼的人来说。是啊，那么最后留给你一个可以带回去继续想的问题哦。好啊。讲解提到，娑婆就是堪忍，有菩萨那种积极的承担，也有我们凡夫这种有点麻木的承受。那你不妨观察一下，在你自己每天的生活里，当你感觉到我正在忍耐的时候，这个堪忍对你来说比较像是一种很清醒的去面对挑战的内在力量，还是一种好像不太自觉的日复一日的承受呢？这个问题搞不好能帮助你更深入的去体会修行的意义在哪里。这个问题很棒，值得好好想一想。感谢这次的分享。不客气。